朋友，许杰，你以前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是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现在不是。许杰。江湖救急，就是来找我吃饭的。当然不只是吃饭了，还有更严肃的事情。视频我是不会删的。不，比这个更严肃。这又是什么案子啊？这个是我的银行卡，跟工资卡是一张，里面有存款12万。那个很明显是我的车钥匙啊！你放心，我那个车是全款买的，不是按揭，以后还可以换更好的。找我帮你做财产公证？不，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是那个可以帮我理财的人。我现在已经不帮人理财了。那我换一种说法，是这些可以作为我的嫁妆。宋雄，你跟我玩这一套啊？别拿道德绑架我啊！哎，我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任。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任，我拒绝。你先别着急拒绝嘛，我是想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再说了，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更有安全感？我一个人挺有安全感的，而且我对你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等等，你刚刚是不是说对我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所以你就是对我人感兴趣了，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啊！我觉得我可以追你。我不允许你追我。这是你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我也有可以追你的自由。宋修，弟弟，你不必这么认真。许杰，小姐姐，那我换一种说法，你对我负责任。我对你负什么责任？我马上就可以转正了，到时候就可以跟你在事业上并驾齐驱，进一步发展，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宋律师还要帮我规划我的职业啊？不，我绝对给你各种自由。你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是不是我今天准备的太突然，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我不想做这种心理准备。给我个机会嘛。细数淡淡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是不是太草率了点？机会只有一次。我选字。字。哎，你不能耍赖啊！没想到你这么幸运。我只给你追我的机会。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完美的答案。走过人情冷暖和汹涌人海，不管雨淋或日晒，就是这温柔照耀而来你的爱，穿透风隙而来你的爱，点缀激情夜晚。
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所以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哎呀，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小慧，是很巧啊。哎呀，真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可不是嘛，校友群里总说剧院也不见你张罗呀。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好吗？那我先过去了，改天约。哦。哎，这谁呀？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小师妹啊，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哎呀，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小丫头。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回去。回来了。哎呦，你怎么喝那么多呀？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来，喝口水。不喝了，喝不下。小冉，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我们领导今天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给的头衔是总监。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怎么会呢？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啊，研究报表啊。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看到了又能怎么样？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他贪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爸爸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洋洋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困难总会克服，问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牺牲？牺牲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洋洋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让我牺牲一下啊！洋洋上学了，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你小点声。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接点案源，多增加点收入，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
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我呢？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查到了吗？查到了。好，你等一下。说吧。我打听到，温斯顿利在日内瓦的一个实验室研发新药，这个温斯顿利就是李维营。谢了。准备去日内瓦吧。日内瓦。妍妍，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妈呢要到国外出差1周，你爸我也要到东北待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几天啊，你去奶奶家住啊。东北啊？一段时间又是多久？哎，也就1年。哎，你爸到了东北就能涨工资了，这多好啊！我去2天就回来了啊。这回想要什么礼物？不需要。哎呀，生气了啊？闹脾气了？我跟你爸又不是第一次出差，对不对？再说了，我们不也是为了工作？你去国外，他去东北，我去奶奶家。我怎么觉得我是一单亲留守儿童？瞎说什么单亲留守儿童？我跟你爸爸好好的在这儿呢。哎，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2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爱回来不回来？你们俩也别在我面前演轻松了，累吗？回去。哎，你这孩子，哎呀，青春期叛逆叛逆。我要用个洗手间，你要吗？啊，我不用了。哦，没想到你接这么快啊！有事情最好发文字信息，我不喜欢视频语音通话以及59秒的语音信息。你男人。哎呀，跟李主任汇报一下情况。喂，陈然。哎，李主任，现在情况如何？李维营明显的不配合，我认为现在要说服他回国，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他现在呢，在瑞士成立了一家 BET 公司，研发新的项目。如果新的药品能够研发成功，并且顺利上市的话，那么李维营手中的股票，它的价值也会相当的可观。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偿还胜利集团的债务呢。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新药能不能通过临床试验呢。那许律师，你的判断是什么呢？新药上市的饼很大，但是吃到的几率很低。另外，能不能成功也还存疑。现在看来，李维营也不会完全配合。我们不如跳过李维营，直接通过林广树授权，向法院提出拍卖产业。我可以找到买家，只要卖的价格比拍卖的价格高，我们也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了。也好，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办法。等你找到买家以后，咱们再详细谈。没问题。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我只是在想解决的办法。说心里话，我是真的不愿意站在你们二位中的任何一方。虽然你们都有委托需求，但是你们的矛盾呢，只是工作纠纷，只是最小的矛盾而已。你美女主播，你成功女老板、女商人，而且你们合作也有半年多了，连我们律所的人都是你们的客户。因为这一点小小的罚款闹上法庭，确实不值当。而且我说句心里话，这一点罚款还没有你们一天流水来的多吧？我说律师，你也在这跟我们耗了一天了。问题我也说了，这不是钱的事，面子你懂吗？我在直播间多说几句，不就是为了把他的货好往外走吗？说的比唱的好听。违规宣传可是我这个商家背锅啊！你倒好，做个老好人，还宣传什么正义，替我在微博上道歉，典型的绿茶。你说谁呢？说你啊！咱们大家冷静一点啊。既然二位刚刚说了不是钱的事情，那咱们就退一步，说说面子。二位都算是自媒体，如果真的公开庭审的话，二位知道后果吗？那怎么了？我网上直播好几万人看呢。直播跟打官司几万人看，这可不一样。知道的，知道你们是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谁犯了事儿。而且碰上有心人网络上这么一发酵，朝平台一举报，那后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什么意思？我听说最近有几个主播被平台查封了，原因是因为平台想上市，不希望有负面新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再说了，该交的罚款我们不都也交了吗？这一旦上了法庭啊，舆论发酵，那我们就很难控制。退一步说，我们这只是个律所，不是一个公关公司，这个后果可能需要二位自行承担了。谢谢你啊，宋律师，让您费心了。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回去再商量吧。哎呀，宋律师，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这种案子很好出结果的呀。您真的是律界活菩萨是吧？出什么结果呀？结果就是法院建议协商，这种事情可大可小。我把人家闹上法庭，我踩着人家上去，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宋律师的原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可是不上法庭免费咨询，您的业绩怎么完成呢？对了，上次那个汽修厂的取证做得很到位。白律师。既然说到上次汽修厂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成了，能不能算我一点点业绩？你不是不在乎业绩吗？上我这瓜分来了呀？给你分可以啊，来我们组，我这里绝对论功行赏。怎么样？我考虑一下。快点考虑啊！李总，李总，假如你的新药通过临床实验，你作为创始人之一，我估计你可以通过管理层股票期权得到不少股权。我们找好了买家，对方愿意按溢价10%的价格购买你手里全部的期权，你可以用这些来清偿负债，还可以剩下大半。不了。新药上市路漫漫啊，李总，你想用新的产品来救胜利集团，可是变数太多了，胜利集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试这个错。
我不会做任何形式的套现。你这样固执己见，胜利集团就只能等着被清算了。我说了，我能救胜利集团，你们只要等着就好了。可现在，你们找人来收我的楼，还想趁火打劫要我的贝塔，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你在这里躲清静无所谓，国内的胜利集团已经水深火热了。林广叔作为一个债务人，一直在帮你填窟窿，他撑不了太久的。我知道广叔会帮我撑下去，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真是固执。我再跟王总联系一下吧，说服他买下大楼。从这儿开车到卢塞恩大概需要2个小时。到了之后呢？我在网上查了房产交易记录，卢塞恩只有一个瑞城账。就是这儿了。他应该就是 Richard 张。你想好要说什么了吗？我现在不能过去跟他说话，他要是认识我爸爸，很有可能就会认得我。你去吧，算我见你一次。利息怎么算？Hello, excuse me. Excuse me. Hi, why are you taking photo here?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你在跟我说话吗？啊，对，你不能在这儿随便拍照的。哦，不好意思啊，我在看房子呢。我老公马上就要调职到瑞士了，下个月就要搬过来。姐，你住这儿？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张，叫我 Richard。你呀，不能这么随便拍的，外国人很注意隐私的，他们会报警的。明白明白。刚刚带我来的中介说有急事儿，让我自己在这里转转，说半个小时就回来。你看看这都多久了？还好遇到个会说中文的，才知道这周围的交通环境。万一真的搬来了，也不会太狼狈了。要不要加奶？哦，不用了。其实啊，我跟老公搬来的时候，这里最近的超市都要开车半小时呢。现在方便多了。你真的来了，对我来说太好了，多个中国邻居。怎么样？这个红茶很好喝。我老公也特别喜欢喝红茶，这什么牌子的呀？我厨房有这个盒子，我去找一下给你看看啊。你坐一会儿，麻烦了。
都打听清楚了。这个 Richard 张以前是名记者，后来移民到瑞士，在这里住了10几年了。现在是一名典型的家庭主妇，和法律毫无关系。对于生物制药，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定居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呢？你预感到了什么？你说。他有一个儿子，22岁，叫陈科，学的是法律专业。我问他先生在不在瑞士，他说他先生经常往国内跑，最近有一个大项目在处理，有一阵子不能回来了。没有碳水的支撑，不足以你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我刚刚还以为我会目睹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他。陈文光的女儿，还是明堂的律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觉得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给你要了无糖的，知道你注意养生。这些都是骗人的。陈文光的女儿，简佩然的老婆，女律师，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叫陈然，你的身份就属于你自己。爽不爽？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左眼皮总跳。左眼跳财啊！你好，请问您是陈科先生吗？我是。我是成泰的人事，我们对您的简历很感兴趣，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求职意向吗？有。我给您约定周2上午，时间上方便吗？方便，到时候见。好，谢谢医生啊！好，谢谢啊。陆荣，你怎么回来了？妈给我打电话说洋洋摔伤了，啊，怎么样了？哎呀，你别紧张，来给我。哎呀，片子已经拍过了，医生说了没多大事儿，就是有点扭伤，让观察2天啊。在哪儿呢？哎，第一线。哎，你慢点，没事儿，别着急。妈，妈，回来了啊。你怎么样啊你？啊？没事儿。姐姐怎么那么不小心？你整天冒冒失失的。真没事儿。没事，轻点。哦，从哪儿摔下来了呀？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妈？这可不好说。妈，你看你担心都什么事儿？我不就扭了一下吗？冒冒失失，你看这脚冰冰凉凉的，疼不疼啊？不疼呀。哎妈，你怎么回来了？能不回来吗？你都住院了，你妈妈还不得回来好好照顾照顾你？哎呀，妈，你也真是的，着急忙慌的给萧然打电话，不知道他以为这出了多大的事儿。你这是当爸爸该说的话吗？这医生都说了，
这要是修养不好啊，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都说了啊，没多大事，没多大事啊。对不起啊，妈。把这袋子给我。啊。妈妈给你带个礼物，粉色的。又是机场免税店买的。机场免税店买的也是你妈对你的爱，你要不要？你不要给我。我要。真是那么贵的，给我看。又是巧克力。我就爱吃巧克力。痒痒。来。我不会改变主意的。李总说话不要太绝对。先给你看个东西。这对你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李总说这个话太早了些。知道今天我的 partner 为什么没来吗？他为了让林广树签字，已经提前回去了。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吗？申请胜利集团破产是第一重要的事，法院的执行不能再拖延。在此基础上，我们明堂做了一个最大限度维护你们利益的优化方案，您看一下，李总。广树不会签字的，你不懂，但广树明白。我一定有机会拯救胜利集团，我只是需要时间。胜利集团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我不放弃，他也不会放弃。现实是你们的胜利大厦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破产清算了，司法拍卖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优厚，比起拍卖卖给这个新加坡商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您现在只需要授权给我们，申请清算胜利集团，剩下的事情我们会跟周边法官去沟通的。这个意向书是我临时拟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愿意购买贝塔的股权，胜利大厦作为抵押物，他也是接受的。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向他兑现股权转让；不成功，胜利大厦兑现转让。在此期间，胜利大厦的使用权不发生转移。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还可以用你的新技术反哺胜利集团。毕竟你是专利权人。这个王总我听说过，所以这笔买卖是你牵线？不然呢？一方面是前途无量的新公司，一方面是心血凝结的旧公司，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总很为难，对吧？但是当你离开静海的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林广树面对的都是这种为难。如果你觉得你们是兄弟，你也该为他想一想。当我知道韦莹在瑞士开了新公司，不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真想让胜利集团立马就清算。但我知道韦莹新公司的业务是药物研发的时候，我就不这么想了。对于韦莹来讲，胜利集团的破产将是他人生当中过不去的坎儿。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才不会在意这些。假如有一天我们俩的位置互换，我也会为他做任何事。可惜现实没有假如。他在瑞士搞药物研发，就是不想让胜利集团垮了。如果韦莹都没有放弃，我这个做朋友的不该躲在后腿。
现实就是他在前面帮你抵挡，你在后面躲藏。林广树甚至还提出用他个人的钱帮胜利集团垫付工人工资。这么真诚的感情，在你眼里竟然连点股权都不如。我是不太懂感情怎么量化啊，但是如果感情可以量化的话，那他对你的感情远远大于你对他的感情。林总，有人跟我说过，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就没有资格谈幸福。你说话真难听。讨债工人对林广树说的话更难听。李总曾经是个英雄，你的未来英雄之路指日可待。但是李总，你再不出手，拖垮了林广树，你们俩就再也没有机会并肩作战了。韦英会怪我的。喂，陈律师，给林总听电话。哦，林总，麻烦您接个电话。我？喂，洪叔，哥。那你说，好。真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李维营。好，来吧。这儿也签个字。好。谢谢你。谢谢林总。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了。宋律师，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啊？怎么说呢？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洗尘，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许可。我先去洗个澡啊。嗯。10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哎，你把那个给我。我先去洗啦。嗯。那我先做饭了。好。兄，哎，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哦哦。是这个包吗？兄兄，你给我看看，我眼睛上是不是有泡泡，好痒啊！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试着情绪在交替，灰色的游戏，回忆总会褪去，时间会来。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每一刻的孤单。
宋修，宋修，宋修。许律师咋？咋？这包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啦，男朋友送的。那可不好说是真是假。哦，对了，刘芳，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真的啊，谢谢。国内都买不着。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号，谢谢。没有吧？洋洋妈妈，洋洋最近注意力比较分散，学习成绩下降了很多。我问过詹姆斯，洋洋好像对父母的关系比较担心，所以我今天找你过来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的面前发生过争执？没有，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矛盾的。我跟洋洋的爸爸，我们两个平常都特别注意在孩子面前的态度。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正值青春期的门槛，可能会比较敏感，再加上洋洋也是比较早熟，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一些。我建议你们做父母的能够抽个时间陪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洋洋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心结。知道了，谢谢马老师。我会多关注他的。好。哎呀，这次胜利集团的案子，目前看来你和陈冉都做得很好。这次如果没有陈律师的配合帮助，我自己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哎，这次去卢塞恩有什么收获吗？是不是收获很难说，我也不敢下定论。讲讲。陈主任在卢塞恩有一个爱人，就是行程单上的名字。你确定？我看到了他们的全家福，还和瑞彻张聊过，很肯定。而且，对于瑞彻张，陈冉也是一无所知。玩的还挺好，到时间喽。我爸什么时候来？不会又要加班吧？你爸最近不忙，下了班就来了。那差不多。洋洋，我跟你爸爸在你眼里都是大人，对不对？对。那我们大人除了家里的事情，还有工作上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两个如果没有经常在一起，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执，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感情出现了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和我说这个？这诡计里。今天
你们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一趟你们学校。他跟我说了一下你最近的情况，你在学校的表现。一定是杰姆斯这个大嘴巴和他说的，早知道不告诉他。哎呀，人家跟妈妈说是因为人家都担心你，知不知道？妈妈真的没有骗你，我跟你爸爸的感情很好，没有问题。或许现在没有。你怎么这么说？以前你们也吵架，但是没有人离家出走。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你爸爸去东北是因为工作，跟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班赵小友他老爸也在外地待了1年，去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是为了赚钱换大车接他。结果他再也没有来过学校，直接在外地就给他生了小弟弟，现在每天大车接的就是那个小弟弟。赵小颖是赵小颖，你是你，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和你爸爸都爱你，爱这个家。相信妈妈好不好？好，这样，等你爸爸去了东北，我带你去查岗，去看他，行不行？你自己去就得了，别拉上我。我时时刻刻监督他，监控他，必须监控。哎，这儿呢。师姐，这是你要的资料。好。你让我调查的这个人，中文名叫张青兰，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以前是静海小有名气的美女记者，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放弃了铁饭碗，辞职不干，出国了。哦，对了，20年前，陈主任作为知名律师接受过他的专访。另一个人叫陈科，在国外出生，但是是中国国籍，现在在江州政法大学读大4，快毕业了。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知道了，谢谢。不用谢，我进明堂的事儿还得靠你呢。过2天明堂会有面试的，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好的，好的，师姐。哦，对了，这是我给洋洋的一点心意，里边零食种类挺多的，希望她能够爱吃。替洋洋谢谢你。哎，下次不许带了啊。哎，好。你赶紧忙去吧。好，那我先过去了。这是我们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前台。欢迎，欢迎。这是我们成泰的会客区，这里面是刘主任的办公室，他负责行政，大家以后有需要报销的，必须经他手。这里是林律师的办公室，他擅长体育方面的案子。黄主任办公室，他是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成泰的创始人。这里是我们的大会议室。罗太太，我相信您之前的委托律师也肯定跟您说过，联创集团呢现在涉及到非法集资，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没有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与其相关的罪名一个是叫集资诈骗罪，另外一个是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我了解的，
我是想知道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争取将联创集团的涉案行为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换一句话说，我们确实是吸收了资金，但是我们确实也投资了项目，而且债权人他们知道我们所投的项目是什么，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所向他们承诺的利息回报，并没有形成故意诈骗，以此呢，在量刑上争取让法院从轻判理。现在呢，我们联系了部分的债权人，签署了谅解协议书的有3个人，有意向签署谅解书的有10个人。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的争取联系其他的债权人，以补偿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让他们形成谅解，争取减刑。那你就尽快多说服些人。真是好笑，他们是不知道投资有风险吗？对了，罗太，您之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缺失。我们现在还需要联创集团这2年和这个相关项目的交易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和投资人、债权人的沟通证据。所以呢，这件事我希望您能尽快的和明堂的相关人员联系一下，好吗？谢谢。谢谢你们，还得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才会有今天双赢的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跟魏莹从一个8平米的办公室慢慢创业的，夏天缺电，冬天缺水，一步一步的积攒业务，创立起了胜利集团，弄成今天那样，我们都有责任。我不甘心。我想文英更不甘心，但是这就是市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自然规律。谢谢你，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个林广树现在被内外夹击，他的兄弟把他害惨了，居然还给他机会。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早就有预感的，毕竟2个人做朋友那么多年。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越是多年的朋友越是猜不透。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保持边界，不然就会被骗得太惨。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哪里有法律上规定的那么清楚啊？他们2个能走到一起，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我们任何第3方能看得懂的。其实我们这次赌的，就是他们2个人还有朋友的默契和情谊在里面。案件是有时效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一辈子的难题。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残忍的真相。如果是你，你选哪个？那要看哪一种对大家都最好吧。看我干什么？看你现在背后有慈母的你。你还好吗？还好。需要喝一杯的时候可以找我。轻头摸进黑暗，沾染深邃的蓝，像谁的孤单，也期盼
心事肆意交换，衰落尾随我的不安。走过曲曲折折的弯，那个瞬间相见恨晚，才把遗憾不甘从此笑看。我们的交汇是不期而遇的美，人山人海间一眼明媚，随梦都放飞，吹散来时的尘灰，了然故事结尾，和你分配。你听我看着吧，你看小燕吧。没事。哎呀，你刚回来，还是你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陪着你。安然，你会背叛我？你怎么想到问这个呀？怎么了？没事。我觉得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好好回家睡一觉啊！我在这儿陪着你，这边放心吧，有我呢，我进去看看。睡，回去啊。不管幸福描绘多迂回。我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到访啊！茶岗呀，怎么能是茶岗呢？新买的，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我一会儿可有约了。谁啊？跟我抢案源？跟你抢案的人多了。不过会把我家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就只有宋管家了。我觉得呀，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面，对吧？其实我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的，你要多发掘。哎，你这鱼缸放硬币收藏啊？对呀，我喜欢硬币的味道，收藏是我的爱好，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我。把你手机借我一下。查完岗还要查我手机呢？怎么能呢？不是那种人，借我一下。不是那种人。真的。不许看我信息。不会。不许看我账户。不会。不许看我相册啊。不会。笑什么啊？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有个人在爱你？你真的是太幼稚了。除了工作，生活里还是幼稚一点比较有意思。这么晚了，谁啊？抢案源的人。那我得看看。看什么看？走。谁？先躲房间去。谁？谁？哦，谁？陈冉，陈冉。鞋子。来啦！来啦！来了来了！啊，有酒吗？啊，给你备好了。坐。你晚上不用陪护啊？啊，不用。爱人在医院里陪着呢。心里还是不好受。啊。我去找过我妈妈了，我妈妈一直都知道。
所以你觉得双重背叛是信任失衡吧？那你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可笑的就是这一点。我结婚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也就是前几年，他们两个才开始分居的。我当时想，可能是年纪大了，需要各自的空间吧，从来都没往别的地方想。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他们真的是不合适，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爱，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是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这个我知道，就是觉得有点荒诞。荒诞的事情多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奇奇怪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自怜自艾是没有用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还会这么淡然吗？别想要套我话，我可不会用我的痛给你疗伤。谢谢。你爸你妈没有离婚？没有。确定？也许吧。那你觉得你爸被抓的事儿跟张青兰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之前我一直坚信的事情，都在被颠覆。我现在不想多想其他的事，更不愿意怀疑我爸爸在法律层面上会有什么问题。那你老公呢？你老公知道吗？不知道。没有想跟他聊一聊？家里的事情就够乱了。他虽然不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我这边的事情，他会觉得很心烦。我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他可以。所以你觉得他去东北是为了逃避？其中一个原因吧。之前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也不能一味那么自私的，只让他做出让步。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让他做出让步，所以感到焦虑呢？你这是崩溃疗法。打不倒你的才能成就你，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而且你今天过来找我，不就是想说说的吗？对。除了你，真的没有可以说这些事情的人。OK， 那既然没有竞争的话，我就要坐地起价了。毕竟听人吐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以我现在的财务状况，恐怕我要赊账。没关系啊，我先给你欠着。